Ladies and gentlemen, your host, 让我们掌声 Cass。今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卡斯秀。哎，今天工作人员不给力啊！哎，不知道我的那个口号吗？我都 Q 你们了。来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卡斯秀。卡斯棒棒卡斯秀。哇，我们工作人员自带变声器呢，真的挺好的。OK，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卡斯秀。今天呢是卡斯秀的一个试播。那卡斯秀是什么呢？其实我无法用语言去定义它。你也知道，就是卡斯很喜欢看一些海外的 talk show 啊，所以我想说我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talk show。那大家都知道 talk show 呢，就是开场都会有一个那个 monologue， 就是开场的独白，所以那卡斯秀不例外，也要学习一下这些 talk show 的经验。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给大家带来一首《长大》。开玩笑了，给大家就是来说一下我今天的心情，就是我真的非常开心，就是公司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卡斯秀在B 站这个平台能试播一次，就是看看大家反应，看大家喜不喜欢。大家喜欢我的卡斯秀吗？我来看一下弹幕。哦，好多人说喜欢哦，而且大家有看到我这一身装扮吗？这身装扮就是我们的微宗熊猫出没请注意的我的卡斯秀的装扮，我一直保留到现在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公司会重新让我穿上这个衣服，重新为我量身打造一个节目。虽然今天是一个试播啊，所以我觉得说错话也没关系，就是看大家反应。今天就是随时跟大家聊聊天嘛。之前的直播都是我们5个人一起直播嘛，今天就是卡斯一个人来直播，所以我可以跟更多的人来聊天和说话。我看一下今天的弹幕，大家哦，好多人说喜欢哦，哎，公司的人听到了没有？很多人在弹幕上说喜欢看卡斯秀。公司今天眼睛没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我今天节目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在弹幕多多的打喜欢看卡斯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就让公司知道我是可以做一档节目的，希望他们能投资我的卡斯秀，好吗？大家也看今天我的背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个黑布加一个桌子加一个咖啡杯，对吧？很简单，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公司呢能投资我的节目，让我的就是背景啊、道具啊弄得更就是高大上一点，好不好？当然啦，我们公司为了我们接下来要出的新的 EP 啊、新的专辑啊，已经投资了很多，所以也希望在此呢能呼吁一下，有各位金主爸爸能投资我的卡斯秀，谢谢。好，很多人其实问我说，哎，卡斯秀为什么自从1年前我们录我们的微综熊猫出没请注意之后就没有消息了？其实我想说，我们在广州的巡演之后呢，其实有录一些卡斯秀的一些街访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。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放出呢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因为那段时期是我人生的一个黑暗的时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当时开完演唱会，我觉得哇哦，我真的很棒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如果去街上采访路人，应该是小菜一碟 ，piece of cake， 所以我就很自信的去广州的上下九去随机的采访路人，真的没有蕊过。然后在那一整天下来，我发现真的采访路人不简单。就是每一次我跟他说2句话之后，整个气氛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尴尬，就是尴尬到我自己都觉得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。就我觉得我跟陈婷婷有一点相像的地方，就是我跟她都有社牛属性，虽然我的属性只有她的一半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跟陌生人聊天讲话应该不会冷场吧。结果没想到真的是整个大冷场。所以在回北京的那个机场，就是我最近，如果你要问我最近哭的最惨的一次是什么，就应该是那一次，就是在回北京的机场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广州的白云机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透明的停机坪的那个玻璃，然后前面有摆着几个按摩椅，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按摩椅上，然后爆哭，真的是狂哭。大家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没有人赞助我们的节目，所以这个镜头呢有点模糊。用的还是 iPhone 5的手机，不好意思。
现在大家能看清楚我了吗？而且我今天在开播之前有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美颜要开最大，因为大家知道我的风格，我就是希望我的美颜能开到最大，这样子会显得我更帅。卡斯秀也很能打的，不用吧？好，我刚才其实本来说了一个很感伤的、很伤感的一件事情，结果被这个打断了。好，我想继续说一下，就是其实我真的是在那个按摩椅上，就是真的是爆哭，就是泪流满面那种。我就觉得哇，我怎么采访就是街访怎么那么失败？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真是对我的人生就是眼前一片黑暗那种感觉。但是就是后面有调整过来，但是这个街访的素材一直在我的电脑里，我一直想鼓起勇气想去把它剪一下，然后就发出去。但是每一次就看个1-2个视频，我就立马就把电脑合上了。我觉得那个是我真的就是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的一件事情。不过在这里我就是答应大家，如果我们这次卡斯秀的试播非常成功，接下来会有正式的直播的话，我一定会在正式直播里边把这个街访的视频放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弹幕说不要灰心，都是经验。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情，就是自从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每一个工作的背后都不简单。就是大家看到一个人就是看到一个人的成功，可能他背后忍受了无数的痛苦和压力，因为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容易，就各行各业，就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行业的工作人员，真的就是你像我以前也端过盘子啊，也在酒吧驻唱过，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，端着盘子走来走去很神气，其实累个半死。好，那个卡斯秀呢，就是因为是第一次试播嘛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喜欢看什么，所以我就随机的，就是挑了几个我觉得我想让大家看到的东西。所以第一个环节呢，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很贴心的为我准备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，所以卡斯秀的第一个环节是吃播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送上我们的这个食物。因为其实我的美食大门真的是被陈鼎鼎打开的。就是我在认识他之前，我吃过的东西真的很少，就基本上就是没怎么大量的涉猎一些就是很奇怪的东西。所以我很希望在这次卡斯秀呢，能吃到我想吃但一直没吃的东西。就比如说第一个东西，啊，来，请给我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罐头，这是一个俄罗斯的鹅肝。哎，我们哇下重资哎，这是鹅肝的罐头哎，大家看这是鹅肝哎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鹅肝，我来试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来尝试一下这个鹅肝的罐头是什么样子的。嘿。好，谢谢。我想说一下，那个工作人员不用把一首歌一直 repeat 啊。我们的那个卡斯秀的背景音乐要不能重复好吗？刚才一首歌一直 repeat。哎，这样子吧，我们放一些熊猫糖的歌好不好？就是在卡斯秀上面给熊猫糖打歌好不好？我们多放一些熊猫糖的歌，这样子让我自己也开心一下。好，来，我来看一下这个鹅肝的罐头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我来尝一下。哇哦，这个吃起来有一种廉价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鹅肝应该是很昂贵的食物，但是我再多吃一点。我想说，我能不能去那种高级的餐厅去吃，法式餐厅去吃那种真正的鹅肝，好不好？你自己不行就可以啊。接下来我的那个我们团的 vlog， 我希望我去打申请条，我去申请去法式高级餐厅，然后去探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第二个食物是，哎，我可以自己点名吗？因为我很想尝试一个东西，就是大家也知道，我跟峰峰都很喜欢看蜡笔小新，
蜡笔小新里边有一个食物我一直想尝试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吃过，就是纳豆。你知道我每一次去吃那个三文鱼自助的时候，我看到菜单上有纳豆，我都不敢点，因为我觉得我想要，在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 vlog 里边就是尝试。这是纳豆吗？你给它热水啊。这个纳豆也是有点廉价啊，不好意思。我来看一下这个纳豆要，哇哦！等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纳豆有一点，它黏，哇，它会拉丝。哎，真的是那个蜡笔小新里边的那个纳豆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纳豆，哇哦，哇哦。我很好奇纳豆有什么口味？哎，你们有人吃过纳豆吗？能告诉我这个纳豆到底是什么样的口味吗？疯狂搅拌，有人告诉我要疯狂搅拌，那我来，把这个料灌进去。那我来搅拌一下。没有料的卡斯。啊，有料，哦，这是料是吗？我差点就生吃了。来，我来看一下啊。来，搅拌一下。有人吃过这个纳豆吗？哦，这个味道，我已经闻到了这个纳豆的味道。还有一包酱，还有一包料。还有一包料。对。这个是，哦，要搅拌200次。那卡斯整期的卡斯秀试播，我们就在搅拌纳豆中度过，好不好？来，酸豆腐，好复杂，要大力搅。我已经很大力了，大家看，我已经非常大力在搅了。好，终于我吃到我心心念念的纳豆了，我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。有点不敢。哦，这个是纳豆吗？哦，这跟豆子完全没有关系啊！我再搅一下，我说不定是我没有搅开，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对。我再来试一下。哦，原来纳豆就是这种味道啊！哇，天哪！哦，这个纳豆好，我已经就是失去了兴趣，因为之前我一直想尝试一下纳豆，今天我就，可能我对这个味道很陌生啊，就是也不能说它不好吃，只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味道可能不太 OK。好，那下一个来，我们下一个食物是什么呢？来看一下啊。再给你个饮料吧。哦，正好我渴了，来饮料，这是我来看一下啊。可口可乐生姜味碳酸饮料。哎，真的有可口可乐出生姜味的饮料吗？而且上面可是第1名哦 ，Number 1呢。来，我来看一下这个生姜味的可乐啊。其实我比较怕生姜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在小时候吃了7年的生姜加核桃，就是每日3餐。对，我是以前小时候有哮喘，然后所以我每日3餐就是2个生核桃加1片生的生姜这样吃，所以我的头发发质为什么比陈经理强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来尝试一下生姜味的可乐。哎，你别说，还蛮好喝的。
它喝不到生姜味，而且它比一般的可口可乐要淡一点，所以不怎么甜，这个还蛮好喝的。这个好喝，这个卡斯 pass， 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喝，这个。多少钱？这个价格，生姜味嘛，可口可乐一般都是3-4块钱一瓶，如果加上生姜的话，可能加个1块钱、5块钱吧。8块多吧。8块多，那估计我是不会常喝它了。这个真的好喝，这个生姜味的可乐推荐给大家，真的很好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。下一个来个重口味一点的还是轻口味一点的？啊，重口味的卡斯秀当然要重口味，就是给大家来个重，就是不重口味的话就没有效果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比纳豆还厉害。不要跟我说这是榴莲啊！这不是榴莲，你不吃榴莲吗？我下次买榴莲。这是什么？贝斯龙蓝纹芝士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这边的价格，319，真的假的？公司这么花重资在卡斯秀上面吗？哎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蓝纹芝士，这个我本人很喜欢吃芝士蛋糕，这个就是那种很贵很高级的那种芝士吗？我来试一下，哇哦，哇哦，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芝士哎，我很喜欢吃芝士的，来吧，尝一下。我好像有点太大口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啊！你自己要重口味了哦。哇，哎，这芝士不是应该是甜的吗？那是加工过的芝士。哦，天哪！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这个东西出现？它本身是干什么的？我需要我的生姜可乐。这个是，这个真的是哇！我觉得这个芝士让我失去了我对芝士的热爱，真的，这个芝士啊，算了，拿走。其实它是很好的芝士。拿走。就是我其实想买一种更重口味的，就是那种带蛆的那种芝士。啊，天哪！贵很高级。哇！大家不要轻易尝试这个什么蓝纹芝士好吗？真的不 OK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食物，我来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？猜一下这是什么？这个 sun-dried Turkish， 这个是无花果干，这个应该也很贵吧？我觉得公司真的是砸重金嘞，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都买这么贵的食物。我来看一下，打不开。啊，表情包截起来啊，赶紧的啊，表情包截起来啊。它可能，哇！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哦，好香哦！这个很香，这个无花果干真的很香。让我们来尝一下，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吃无花果，因为我奶奶家的后院就种了一个无花果树。啊，这个皮是可以吃的。这个皮可以吃吗？不用扒皮吧？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，它保留了那个无花果的甜味，虽然是干的，但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甜。有人问我的能量是不是摄入的有点多？你看我只吃了2口，吃了一半，不会吃很多的，放心吧。这个好吃，
无花果干真的非常好吃，因为我小时候吃那个就是真正的无花果，已经觉得它非常好吃，但是这个无花果干保留了它原来的味道之外，反而更增加了它的那种，我要怎么说，就是类似于坚果的香味，很好吃啊！你拿走了，真的很好吃这个无花果干，真的很棒，这个我觉得很好吃，可以推荐给大家无花果干。好，那时间过得这么快，我们是不是吃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一个环节有点太长了哈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说叫我上链接，不可能。等到你找到商家之后再说啊。对，找到金主爸爸之后我们再上链接，好不好？大家也有看到我之前就是模仿一些直播的播主啊，就推荐自己的产品。那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，希望就是看这次卡斯秀的人。还有一样东西，我想让你试一下的。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很特别，我就是挑了半天，我终于看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看一下啊。哦，爆浆软糖，它是糖。来，我们最后来试一下这个好了。我来看一下这个眼睛好不好吃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给17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敦煌吃过类似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可以，我把这一颗留给17好不好？这肯定比那个好吃吧？这个留给17，让他重现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打开呀？等一下啊，又咬。哦，哇哦，它真的跟我们在敦煌吃的差不多呢。这个一定要留给17。来，我们收好这个，我们私底下给17吃。来，我来尝一下这个。你到时候帮他吃的时候帮他拍下来。好，我会拍给大家看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做个约定，我到时候私底下会把这个给17吃，然后拍一个视频看。哇哦！我很想学那个 Katy Perry Winners 的那个专辑的封面。有懂的人吗？有懂的人吗？就是 Katy Perry 水果姐的那个见证的那个封面。好，我来尝一下。哇，让我想到一首歌，酸酸甜甜就是我。它真的很酸，然后你嚼完之后就真的很甜。它贵吗？20多。哦，那不贵，那还可以。哇，我一口吃下来10块，哇，都爆汁了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拍到，我刚才爆汁了，这个在嘴里边。哦，很多人让我唱 Swish， 不好意思不唱。好，那本次那个卡斯秀试播的第一个环节就到此结束了。希望有金主爸爸看到我这次的吃播，能赞助我们这个卡斯秀好吗？好，那第二个环节呢，就是正经跟大家聊聊天。聊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我们熊猫堂是一个唱跳男团，那我们就是也是一个音乐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，所以第二个环节呢，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平时听的音乐，好不好？那我在这个卡斯秀试播这个呢，第一次推荐音乐，我当然要推荐我最喜欢的歌手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告诉我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我发现很多人都很懂我，都猜到了，那就是 Christina Aguilera。她音乐生涯里边有一张专辑是我听了无数遍的，就是返璞归真 Back to Basics。这张专辑呢是融合了20年代、30年代、40年代那种复古的爵士音乐，就那种 jazz 啊、swing 啊那种的，加上现在流行的元素所制作出来的一张专辑。那这张专辑对我的人生影响也非常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我的
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张专辑。我还记得我当时，我们老师说就根据你的喜好来定一下这个论文的选题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说一下我最喜欢的音乐好了。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专辑，把现在的流行音乐和复古的爵士音乐融合在一起，非常非常的棒，所以我就把这张专辑写在了我的这个论文里边，作为我的论文的一个主题。这张专辑呢，它其实非常特别，是它展现的唱功的同时，展现他妈唱功的同时，也能把它就是非常柔情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就比如说，它像Save Me From Myself 这首歌，就展示了他从来没有唱过的那种抒情的、非常细嗓子的那种声音，非常非常好听。这张专辑值得大家去循环，好吧？就是推荐他的第一波主打歌 And No Other Man 和 Candyman， 然后整张专辑都非常非常的复古，非常好听。它有2张 CD， 就是它一张专辑里面有2张 CD， 就是非常音乐歌曲非常多。然后除了是我的神专之外，我已经无法用更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它。这张专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，而且有人问卡斯喜欢 Lotus 吗？有这张专辑吗？哈哈。好，那卡斯就是介绍给大家这张专辑，希望大家能去听的同时，也希望大家能去听我们8月31号要发的新 EP。Cosmic Anthem 手指，好不好？这张专辑我也要努力的介绍一下，这张专辑真的非常非常好听，也是我心中的神专。这张专辑真的怎么说呢，很特别，而且它的那个 Cosmic Anthem 这首歌呢，非常非常的怎么说，很适合跳舞，然后也旋律非常非常的洗脑，你们听到就知道了。我先不剧透太多，好吗？这张专辑你们一定要去听，好吧 ？Cosmic Anthem， 好吗？有人跟我说 Beyonce 的新专辑，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张专辑，但是我得细细听了之后，我再推荐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呢，卡斯秀前2个部分已经结束了，那接下来到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部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一般大家都看那个脱口秀啊、talk show 啊，都会有来宾的环节，是不是？那卡斯秀当然也不例外，虽然是试播啊，但是我们也要请到重量级的嘉宾和卡斯一起聊聊天。那他是谁呢？在他出场之前呢，我先卖个关子，大家来猜一下他是谁。大家觉得卡斯秀第1期试播，你觉得我会请谁来做我的嘉宾，来聊聊天？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很聪明哦。对，是我。大家注意一下我的那个用措辞啊，重量级嘉宾。好啦，那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出场，好不好？来，因为我卡斯秀这个因为是试播，所以场景比较简陋，我们接下来换第2个场景，好吧？来，大家跟着我的脚步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。这是我们的采访区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来，掌声有请我今天卡斯秀试播的重量级嘉宾，他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唱跳男子团体的组合成员之一，大家还没猜到吗？来，掌声有请！我觉得鼎鼎刚才在那个镜头后面已经就是等得不耐烦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敢。他刚才在我们开播前就一直陪着我们，就是一直在那边等着。大家说一点都不意外呢？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我第1期会找你做嘉宾呢？因为像那种小白鼠试验啊，肯定是我要出头嘛，要就是为大家测试一下，然后让接下来卡斯秀更完善嘛。哇，你真的好会说话哦！不行，今天是你的主场。其实为什么我会请那个鼎鼎做嘉宾？除了他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之外呢，其实我是怕我一个人主持卡斯秀会非常非常的尴尬。大家也知道我有冷场的这个功力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要找一个跟我一样就是会热场子的人，所以我就说，那我就请鼎鼎吧。我怕我第1期请峰峰，我整个垮掉。那才比较有效果啊。
我跟你讲，如果我第一期请峰峰的话，我估计就是没有金主爸爸或者公司也不会投资我的节目。会的。好啦，那其实今天请鼎鼎来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天。然后，其实我跟鼎鼎平时在宿舍其实不怎么说话的是吧？啊，真的我跟你讲，我跟大家爆个料，我跟鼎鼎在宿舍啊。就是不会那么闹腾。其实我们俩莫名其妙，只要一回到宿舍，就我们两个躺在床上，就是刷手机啊，干嘛的，偶尔会讲上几句话。但是我非常非常 enjoy， 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那个奇妙的氛围，就是不会，就是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不会尴尬，就各做各的事。如果刷到有意思的东西，就分享一下，分享完之后就不会就是那种你有尴尬吗？就是如果我们俩默默就躺在床上刷手机的话，你有尴尬的感觉吗？我不会尴尬啦，但是因为我是喜欢热闹嘛，所以我会2个宿舍到处窜。因为我一方面要满足你，就是和我就是安静的分享嘛，一方面我要保持内心秩序，要过去那边热闹一下。其实我今天想找你聊，是因为除了我们俩就是从面相上相似之外呢，其实我们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相似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在加入熊猫堂之前呢，都有做过其他的工作，很多很多的工作，然后也有打工的这方面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，我有麦啊，你有麦是吗？好，所以我想就是跟鼎鼎聊一聊，就是我们在加入熊猫堂之前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。因为加入熊猫堂之后，其实我们彼此都对彼此的人生非常了解，就大家出了什么事儿，或者是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，其实大家都在一起这3年来。但是之前的生活好像我们对彼此都不是特别的了解，对吧？因为大家很少就是分享以前的一些艰苦的经历，所以我希望在卡斯秀能跟鼎鼎聊一聊这一方面的经历。OK。然后大家都知道，其实，在鼎鼎在加入熊猫堂之前做过大马模特呀，做过开过地铁啊，开过电车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知道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事情，就是鼎鼎在加入熊猫堂之前，其实有摆过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摆摊卖过东西。所以我想问一下鼎鼎，当时摆摊卖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当时有卖电池，然后有卖衣服。电池？对，有卖电池，然后有卖衣服。为什么会选择卖电池啊？因为当时也是舅舅舅舅是亲戚关系，他是这方面的，可能是武汉一个代理商，然后就促销，然后我当时就让我们卖。那你当时摆地摊真的就是开着3轮车，然后铺一个？没有3轮车，我记得当时也是因为我和好朋友一起做了一个网店，然后可能衣服过季了，我们需要清仓。那我们在网上卖的比较慢嘛，然后我们当时就武汉有一个夜市，然后拿着说吧。OK， 拿着说，有点痛。对啊，就武汉有一个夜市，然后也是当时提着胆子嘛，就拿着我们的衣服，然后开车去，就一个布在地上，然后我们就把衣服摊在地上。其实当时也很害怕，就是会觉得不好意思摆地摊，但是后来就是你知道吗？人要活在当下，就是我当下就要解决问题，在现实面前，面子真的是没所谓的东西，所以当下就开始吆喝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所有的第一批客户就是我们同摆地摊的那些老板们，他们先来买的，然后整个晚我就一天就把我所有的就是先内销，然后再外销，我就一天晚上全部卖完了3800，就是销售额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哇，那是你人生第一桶金吗？第一桶这么大的金是不是？就是好像3800蛮，就是你如果摆地摊在夜市卖能卖到3800，我觉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。当时其实你看，比如我们卖短袖子，然后比如说40、50一件，然后100块钱3件，其实当下就是做个促销，然后再比如说先要当下就是买点饮料给周围的商户，你知道吧？我懂了，我知道鼎鼎为什么做生意这么成功，就是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社牛属性的人，就是跟大家都旁边的人都能聊得来，都能就处得来这种。因为其实我觉得不是社牛吧，我觉得人和人相处，可能有的人是比较内向的，可能是有的人话不多的，但是我觉得人应该不会喜欢，人应该不会讨厌热情的人。我觉得我是带着善意的热情，我觉得是给大家示好。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带着热情，带着善意，我跟其他人就我笑得很开心，然后哈哈笑得很开心，但是大家都觉得我假。
因为还要带着真心。不是，我是真的真心。哎，因为是这样的，有的人你要看人的面相，或者看他的性格，看他说话。如果他是那种很内向的，你突然很热情，带着哈哈哈，他会不知所措。所以你要一开始还是要试探性的和他先稍微交流个2-3轮回。我觉得，就是在看我们卡斯秀的人，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明明就是自己很热情，然后很开心的去跟一个陌生人去交流的时候，反而得到的反馈是别人觉得你很假。但是你一旦决定自己要热情，你就不要在乎人家觉得你假，因为你自己示好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任何错的，对不对吗？就是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就是说你很热情的，比如说我今天要跟顶顶的朋友去吃饭，然后我就说因为顶顶的朋友嘛，我就很开心，我就想说多认识个朋友，但是我很热情的就跟他吃过一顿饭之后，就是他会侧面的跟顶顶说啊，我觉得卡斯会不会有点假呀？就是这样，就是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我本人其实很热，我是真心的想跟他交朋友的，就是因为，但是你这个度，我就觉得把握的非常好，就是你不管跟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，你都能就是让大家觉得你是很真诚，然后也很热情，然后也很幽默的一个男孩子。这可能就是人格魅力吧。开玩笑啦，其实你看大家有时候其实会觉得有点尴尬什么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和人的试探，还有气场合不合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很多有一句话要经常用。圈子不同不能硬融，当你1次2次给大家示好的时候，你还是没有收到他的一个回应，或者说你想跟他示好做朋友，他还是觉得可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热脸贴他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弹幕上有一个人就是 Q 了七哈，我觉得七哈应该跟我有同样的苦恼。七哈有什么苦恼？就假笑啊，就是他应该也是会被别人认为，就是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老假笑，然后一副很客气的样子，别人以为你不是真心的。其实他也是。跟你应该不一样吧？他就是真的假笑，你是真笑，然后但是别人会误会假笑，因为七哈他不是说带着真，他就是平常就是假笑是一个表情而已。哎，那我们说回来，就是之前你做过那个。卖过电池，卖过衣服，但是我好像听你说过，你好像有做过一段时间烧烤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家自己开烧烤摊的。哇，然后当时真的好丰富啊！就是一个野孩子感觉，是吧？因为当时爸爸妈妈在楼下就开烧烤摊，然后我奶奶就在旁边卖冰棍、卖水、卖绿豆汤，然后我就下楼就各种手艺都学着了。那你们家不会水火不容啊？就是冰天火地两个，一边卖冰棍一边卖烧烤。我家就是就是水火土木就缺金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个人会比较研究一下吃的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首先又为自己好，然后还可以满足大家嘛。吃的东西研究起来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然后烧烤摊的时候，当时别人会觉得，哎，怎么有个小孩这里烧烤？但是我妈妈说没事，他会烤。然后一吃，别人觉得，哎，不错就好了。你就是那种，因为我偶尔会看到新闻，就是有新闻就播报，就是比如说那孩子帮爸爸妈妈看门店的那种，然后就报道说孩子，你觉得你自己就这么小出来工作，怎么可不可怜啊？怎么的？然后他说不可怜，我觉得爸爸妈妈分担。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小孩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说爸爸妈妈分担，我就是纯粹说我也能烤。然后其实当时肯定爸爸妈妈不希望我去做烧烤这份工作，但是我就是说，我说让我试一下。其实我是希望，我不是说我是想证明我自己，其实我什么事我都想说，我说我也想试一下，看我能不能做。如果能做的话，也算是一门技能；如果不能做的话，那我也算尝试过了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这个烧烤真的，因为我们其他4个人都有吃过鼎鼎的烧烤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就是比一般外面卖的那种好吃，我真的觉得。因为还带着爱给你们烤的。哎，除了那个烧烤之外，其实我想说，我也有很多打工经历，就是因为我们俩其实很像，我端过盘子，然后我做过酒吧驻唱，然后我还干过什么呀？好像就这2个。那其实就按你这2个来说，你端过盘子，那我在火锅店端过那个火锅，还要扛煤气。哦，真假的？对，然后我记得因为当时小嘛，然后我就把那个锅可能没端稳，然后油泼到客人身上去了，然后客人就把我大骂。然后当时就特别的委屈，对，应该很委屈。我就把锅往地上一摔，我就不做了，我就让我爸爸来接我走了。说实话，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事情。我当时就是吃不了苦，然后当时就觉得，
就觉得很受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、那的确，因为扛了一天的煤气，你知道火锅店是提前要把煤气检查好，然后哪个没有煤气，你就要扛着放进去，然后当时的确很累了。当时我那火锅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才16岁半，当时我就跟我爸说，还是我爸找的关系把我塞进去做服务员的，然后我就吃不了这个苦。后来我爸爸说，那还是去上学吧。我就继续上学。其实我跟你经历很像你知道我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怎么得来的吗？是当时我不是有艺考嘛，然后我就考了，艺考完之后回来等结果，就是那个暑假，就是高中结束的暑假。然后我爸爸妈妈觉得我不应该走学音乐这条路，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啊，我要走学音乐这条路，万一我考上怎么办？所以我当时我就也没有怎么跟他们打招呼，我一个人跑到了南京，我端了2个月的盘子，就是在一个台湾便当店端盘子，就是希望能挣出来学费，就是能自己交学费自己上，因为那时候比较天真嘛，觉得我赚2个月暑假钱能交第1个学期的学费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当时记得我们那个台湾便当店的老板呢是非常有钱，他在南京的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别墅，然后店在市中心，但是每天都车接车送，然后住在别墅里。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别墅没有空调。就是我那时候打工的是7、8、9月份，就是最热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白天端盘子已经累得半死了，回去然后躺在凉席上睡不着，因为太热了，而且因为那个别墅啊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，就连电风扇都没有的那种，就是热淌的汗都睡不着那种。我觉得那个是我蛮惨的一个经历。然后我觉得更好笑的是，也不是好笑了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成为我一个心病的，就是我当时我爷爷去南京看病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有怎么跟他们打招呼，说我在南京工作，然后我就跟爷爷说，我说爷爷，你正好在那个南京那个省人民医院，我说你过来我那个打工的地方去吃一顿饭，我请你吃一顿那个台湾便当，然后我爷爷就真的就过来了，花了2、3小时，然后回来之后，我觉得请他吃了个饭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我还是蛮孝顺的孩子。但是后面过了几年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就是我大姑跟我说，就是我爷爷那个时候因为刚去南京市，他以前都在乡下嘛，他不知道公交车是要投币的，就是他没有带硬币，然后刚上公交车，然后就被那个司机骂说你不投币怎么就进来？然后我爷爷就一脸懵，就因为他没坐公交车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然后后面还是那个两个小姑娘，就是给我爷爷投了币。就是我觉得当时就是还因为比较小就不懂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可能会伤害了爷爷，就是以为是孝敬爷爷，就是希望爷爷能过来我打工的餐厅吃一顿饭，然后结果没想到让爷爷就是能受到了那么大的一个委屈，我觉得还蛮那个的。本来我今天采访要说把你采访哭，结果我自己哭了。那其实可能这就是可能人的成长吧。就是前段时间看了一句话，就是说人的成长必定是会有伤害带着，有时候可能是对自己的伤害，有可能就是对周围人的伤害。那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会用把自己最坏的一面和有情绪的一面就丢给最亲的人，而且会被误解，就是而且是在你没有知觉的情况下，可能就会伤害了别人。对，所以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就一直对我爷爷就非常非常的愧疚，每一次都就是有的时候在夜里想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我真的做的不够好，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孝顺，我觉得我做事也不会考虑任何，因为当时也年轻，也不懂事，只是想很欢喜的说请爷爷吃个饭，没想到就造成这样子的事情。爷爷也没跟我说，是我大姑最后听我爷爷说，我大姑告诉我的。爷爷现在还健在吗？还健在啊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后面有跟他说过吗？没有，我其实没有，因为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可能，比如说拉不下面子或难为情，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机会跟他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一遍，他会把这个也会当成一个好的回忆，就会把你可能不懂事的这一点，然后到现在你变得你亲口跟他说，会转化成一件好的事情。我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采访别人把自己采访哭了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收场了，丁丁快救我！不用收场，你想听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人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时候你这个事情过完了之后，你才能够清醒，知道原来
原来我那样做是那么的不好，那么的不该，但是有时候有弥补的机会，有时候其实就已经错过了弥补的机会了。的事情，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要抓紧当下的一切，包括可能人长大后懂事，就是可能就是那一瞬之间的事情。对，就是当你突然明白，其实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太周全的时候，你接下来想做更多对家人好的事情之后，你就会想得更清楚、更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像我现在对我的家人的话，我就感觉像把他们当孩子，他说什么只要我能做的，我都会妥协。我就想着怎么样能让他开心。那其实反过来，你想想，小时候可能父母对你的一些管教，你会觉得他故意跟你反着作对嘛，或者你要干嘛，他偏不让。其实，在他的层面，他会有他对你好的一套方法，只是当下会有叛逆，会有自己的思想。对啊，就比如说我上次我刚才不是说那个，我不是去南京自己偷偷打工打了2个月盘子嘛，然后打了2个月盘子之后，接到那个南艺的通知书，然后最后我4年学费还是我父母出的呀，他们就是还是最后会。你考南艺了是吧？对，我考上南艺了。我当时高中的时候，我自己、说实话，小时候有想过走艺人这条路啊，真的吗？我当时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我读的是私立高中，然后还学美术。对，他还学过高尔夫，各位，顶顶会打高尔夫。然后当时也是，我有在网上偷偷的搜一个学校，叫北京艺术学院。北京现代艺术学院，对。但是好像是个大专。对。然后我当时就投了，我还打电话就写邮件说，我可能是一个成绩不是特别好的孩子，但是我可能想尝试一下这条路。我说我没有学过唱歌，没有学过跳舞，但是我想试一下。然后发过去没有音讯。但其实后来我就发现，我妈有录取通知书，或者去试一下，我妈把那个是收着了。然后我当时还跟她吵过这个事情，但是她当下就跟我说，她说这个事情就是你知道这个路不好走，以及家里的条件可能不适合负担不了这个东西，对。所以我当下我就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可惜啊，或者这是我可能想尝试想做的事情。其实我其实考上流行音乐学院也是误打误撞，因为我当时高中学的是美声，就是天天就是唱那种乡依乡情啊、大海啊、故乡这种美声歌曲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在那个南艺考的是音乐学院，然后考完之后呢，正好旁边路过的时候看到流行音乐在招生，然后说交200块钱就能考一下，我说那何不再考一下呢？然后就交了200块钱，然后就考了，就没想到就被录取了，然后就后面就转成流行音乐了。我当时觉得哇，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就改变了。其实我小时候没有想过说我当艺人这个事，就是我其实没有想过当艺人，真的，因为你看我在酒吧驻唱住了7、8年，就其实我还蛮安于现状，就是觉得有一个舞台能给我唱歌跳舞，然后也有一个工资可以养活我。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。大家说听听美声。等卡斯秀正式播出之后，我会展示的，好不好？正式播出还会有我吗？真的耶！我正式播出，你好，没有安排在内。没有啊，这次是卡斯秀的试播，就是看大家喜不喜欢卡斯秀。如果大家喜欢了，我再要给自己打个广告，就是如果你喜欢卡斯秀的话，请弹幕经常打我喜欢看卡斯秀，让公司和金主爸爸们知道，这样子我就会有卡斯秀的正式版播出，好不好？现在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也是 real 的艺人，现在真的没有定下来说卡斯秀是正式播出的节目，只是今天晚上说试播一下，顶顶可以作证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多打弹幕，然后多跟我们互动，然后才能让大家让上面的人知道说卡斯秀是一个好节目，可以就是正式直播的。当然正式直播不能没有你啊，对吧？你这么重要，你是熊猫堂队长可是你刚才介绍我的时候成员之一啊。我这给大家卖个关子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我内心没有想成为队长的那个。我说我内心没有想就是挤掉你的位置，因为我觉得你的位置真的很辛苦。可是你做的所有行为都想在挤掉我。我这是帮你分担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我是贴心的那个boy。好了，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陈玲玲的？我可以就是代替大家问一下他，或者问你也行。我不重要，我觉得顶顶作为队长是最重要的。顶顶是最重要的。你怎么在卡斯秀试播的那个时间里边说顾掐秀这种竞品节目呢？不许说，给我撤回。顶顶有危机感吗？人家刚过完生日，你就问人家有危机感吗？
倒没有啦，我是比较想得很开的，而且我是特别就是我接受度很高，我觉得。哎，那你以前就是打工的时候，就比如说在地摊卖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是端盘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就对于人生的一个不确定，就是也是那种小小的危机感？有不确定，因为其实我做任何工作都是想尝试，像之前在火锅店端盘子，然后在摆地摊卖衣服、卖电池的超市做导购员，然后搬货。超市导购员。对，然后还去电脑城安电脑、装电脑。你会装电脑吗？会装电脑，还会安网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然后到后来卖销售品牌，然后到做公关、做大码模特等等等等，也其实我也去过夜场工作过，但是不太能说的那个，但是是可以是正规工作啊。但是我笑的这种。然后我之前在那个搬货的时候，我当时不是爬很高搬货，然后就睡着了，结果我醒来就在货车上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累了。我的天哪！我当时还卖的是饼干，还卖那个什么咖啡的粉条，因为有个仓库间，那个仓库间你要去翻箱子，有这个口味那个口味，然后有时候就翻在里面就就是偷懒一下，我就睡着了，然后醒来就被可能那个叉车把它插走的时候没有看到最上面的我，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货车上面。那不是很那你一醒来就真的很迷茫吗？我在哪？我是谁？我要干嘛？我就觉得我在动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说爸爸我在哪里不知道，来接我，然后就停下来，我就知道他只有超市和超市送货嘛。你的爸爸妈妈替你承受的也挺多的。因为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我现在的性格，或者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性格，都是经历所造成的。而且比如说我假如会了这个，或者哪个比较擅长，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吃亏过来的。而且我觉得就是人呐，就是对于你的人生肯定会有迷茫时期，而且人生是有低谷和高谷的。你就是在低谷的时候，你就会迷茫，你的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办？但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，你在最低谷的时候，你肯定会上去的。对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接受，就是人生的，就是起起落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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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，就是没关系，在我最坏的时候，我都能撑得住，所以我觉得我也准备好，就是能迎接后面的干。哎，真的，我在采访陈经理，竟然有人提嘻哈的新歌，你们真的是非常对啊，嘻哈和马上就有一个合作曲了吗？神秘合作对象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今天还是我们以团为主。刚刚我们有发我们的那个 Beatbox， 大家有看吗？Beatbox 大家有看吗？如果没有去看的话，赶紧去我们的那个官方 B 站账号，就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而且还要看我们的微综哦。微综，对，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微综，好吗？熊猫出没请注意。哎，婷婷，你真的队长做真的特别棒，就是把我们每个都 Q 了一遍，但是你没有 Q Cosmic Anthem 来请。因为刚才我在旁边有听，你有 Q 到了。哦，就是你在帮我补，我没有 Q 到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就是大家就是近期需要注意我们熊猫堂的动向的，就比如说其他的新歌，我们的新EP Cosmic Anthem 手指，我们的微综熊猫出没请注意，对不对？还有接下来更多作品，还有 Beatbox 今天晚上刚发的，大家一定要去看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那 Beatbox 好像也是在很大太阳天，就是拍了早上嘛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5个其实怎么说呢？就给大家呈现很多，也尝试呈现很多舞蹈视频，包括刚刚发行的Blackpink， 能说吗？能说这个团名吗？在卡兹秀，你想说什么说什么。我们也想尝试一下，就是刚刚发行的，就是Blackpink 那个歌曲，接下来看想尝试哪一首歌嘛？我再考验一下，来 Blackpink 的新歌叫什么？顶你说，这是很有意思。来，粉色毒液。不，英文，来。英文叫 Black Pink Pink 什么木 V 是吧 Venom 我今天 Venom 对，我今天还教了顶你呢，现在还是这样子。就有时候我只是记性不好了，就刚跟我讲我就忘记了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5个嘛，接下来还是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的东西，就是舞蹈作品，希望能更多的。对，我也是希望我们5个能够就在我们5个里面互相成就对方吧。然后我希望就是希望大家
多多支持我们的任何的作品，因为我们就是全方位发展各种 EP 啊、音乐呀、微综啊，差点我就扣钱了，微综啊，然后那个就是而且嘻哈的那个合作曲也是非常，我跟你讲非常非常棒，我本人真的很期待，我每次在 B 站上面转发，我都是真的是写的我内心真实的。我没有听过，那天晚上我在给你们煮饺子。对，那这个歌很好听，然后就是视觉效果也非常棒，所以我只能说到这么多了。接下来就让他嘻哈自己来宣传自己的歌，好不好？对，嘻哈马上发歌的，我可以让，如果卡西秀正式播出的话，我可以让他来过来打歌，就勉为其难的让他过来打歌一下好了。他看着呢。好啊，嘻哈看着呢。对。嘻哈不许在弹幕区乱说话啊！嘻哈，你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。能观察是吗？那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陈婷婷吗？因为我们卡斯秀的时间有限。你的眼里卡斯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来夸我的时候，我夸我的时候到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夸你会很虚伪吧？我对天发誓，我昨天在准备今天采访你的稿子的时候，我其实里边有一个问题是。我们其他4个人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子的人？我真的有问这个问题。这位发弹幕的朋友，你真的深得我心，因为我当时就想问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就想说，因为你的打工经历非常的丰富嘛，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俩互相聊一下打工的经历好了。反正我觉得苦过了的东西，咱们就得开心的说出来啊。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在你心里？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吧，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对孤独的人。哦。我觉得你是很有自己的想法。然后也想尝试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愿意接受你的尝试，然后接受你的提议。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会，就是跟大家说，也试一下你的想法、你的提议，因为我觉得在不管是人还是这份工作，都希望被认可，希望被尝试。只是说可能尝试的好坏的话，不一定这个东西。但是我觉得愿意就是。被大家认可你的尝试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话，其实我们5个人都有。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，作为一个歌手来说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敏感。就是作为一个人，你只有敏感，你才能带出更多的好作品，训练出更多好作品。所以我觉得我们5个人都挺敏感的。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说？就是比如说我婷婷刚才说的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尝试了，大家会否定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。这我的是不是非常的差？我自己是不是非常这种小情绪，其实只要过去了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这种敏感反而是作为艺人来说是一个好事情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你不回我？因为我很听，然后还要说，不用说他们几个吧？不用。我们今天时间没有留给他们其他3个。还有一点时间留给陈婷婷，所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？都可以在弹幕上打出来。好，我觉得嘻哈既然在脱盔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聊太多，就是太隐私的。卡斯说演戏经历，我其实有想说一下这个话题，但是我想说在卡斯秀的正式播出之后我再说好不好？今天只是试播，就是看大家的反应。还是那句话，大家请多多支持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弹幕就刷起来，好不好？大家有没有听你之前的侦探还有继续吗？会有持续的创作，然后也有创新新的东西。等到OK 能够有时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哪怕是可能不太成熟，但是我觉得我也在一步一步的，可能比之前会好一点点。那就是节目的最后呢，其实我想请陈婷婷说一下你的 slogan 不是也不是不会这么为难你了，就是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的微综《熊猫出没请注意》里边的卡斯秀部分呢，其实我有给你们买了一个绿色的帽子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帽子，不是这个帽子，是那个就是峰峰和哈哈他们戴的那个帽子。然后我的宿舍正好又多了一顶。那今天呢也是卡斯秀的一个试播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多看卡斯秀。所以在结尾呢，我们有一个抽奖环节，希望能把这个绿色的帽子能送给大家。所以大家接下来的就是顶就是喊3、2、1停，大家请打。卡斯秀的卡斯秀你好懂我，顶顶，你好懂我。就是我们这次的通关密语呢，就是卡斯棒棒卡斯秀，然后走起来，然后顶顶喊3、2、1，我们停下来，我们截屏的第一个人就获得了我这个绿帽子。真的是绿帽子。
子，因为那个绿帽子真的很 fashion， 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大家生活都过得去。结果没有人打，没有人想要，大家还是会抢风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大家走起来，我们等一会儿，等大家走起来，我看下幸运儿是谁，好不好？哇哦！大家多打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 stop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幸运儿是谁？就在这一页里面抽是吗？对，就最上面的那个。最上面那个。好，卡斯秀试播集第一个抽奖的幸运儿是。恭喜韩岳峰。哦，韩岳峰，恭喜你！韩岳峰获得了卡斯的绿帽子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获得了韩岳峰，点点很公平的哦。但是这个绿帽子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不会给你们的，放心。对，那个帽子可能也就是我们4只都有戴过的。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换一下帽子？我想让你试试我这个帽子，看一下造型怎么样。来，你先戴着，我知道你这边弄发型。没关系了，其实。好，那今天的卡斯秀试播环节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卡斯秀，多多呼吁卡斯秀。在结束直播之后呢，到我们的官方那个账号上去。就是怎么呼吁大家想看卡斯秀，让就是公司知道好不好？就是拜托大家了，我也希望就是能有卡斯秀的正式的播出。会的。好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卡斯秀，然后支持我们几个人。熊猫堂对不对？对。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大家好，我们是？好了，不说今天，那我们就是以最后卡斯秀的 slogan 结束这次的那个直播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1、2、3一起说那个 slogan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卡斯棒棒，卡斯秀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哎呀，光在欢呼也没有人关，也没有人关直播，也没有人关直播，真的很尴尬。